好，有2个，就是当妈妈或爸爸发现小孩在自慰，国小5年级，那还有另外一个就发现10岁的小孩在看 A 片，怎么办？好，第一个，不管任何年龄的性教育，我常常讲说，亚洲国家的性教育不是从小开始，是从大人开始，因为我们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，如果我们自己的思想不纯正，我们讲出去的态度就会变得很歪斜。那当你的态度歪斜，你的心思扭曲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小孩是可以感受得到的。所以你必须自己先发自内心的知道，性这件事情是不污秽的。我们不用过度去强调性有怎么样。你们现在会觉得你们现在会觉得我的过度强调，是因为之前过度压抑，并不是我在过度强调。你们这样听得懂我的逻辑吗？会觉得我现在刻意在讲这件事情，我现在的确在刻意啊。为什么要刻意？因为之前在压抑啊，之前没有异常，怎么会有现在的相对嘛？那所以第一个，你们父母亲一定要自己先要有观念，就是性就是正常的，它就是存在的。它就存在欲望，所以你必须在跟小孩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自己不能扭捏，你不能觉得你好像在做什么偷偷摸摸，好像在做一些不对的事情，并没有。好，第一个你要先了解你自己内心对性的态度，去说服自己，告诉自己，它就是真的是正常。好，那第2个呢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要不能责骂，你不要看到小孩好像触碰生殖器。触碰私密处，或者触碰自己的胸部，或者是在看一些 A 片就骂他，不要这样子。如果有这样子的行为，反而是在显示大人的不成熟。不要责骂，不要过度的情绪反应，因为这样子很容易让小孩对性产生羞耻感跟负面的感受。你不要小看这个羞耻感跟负面的感受，它是会影响小孩未来的心理发展，这个是会影响很多很多的。你不要想说啊，只是性而已啊。性我讲过了，性教育它不是只有单方面的知识跟教育，它是会影响一个人。你们现在是大人，你们自己都知道性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多少，不要否认了。再来呢，就是要找时间跟小孩子闲聊。那个妈妈说，她发现小孩在无意间在自慰嘛，那自慰的时候呢，她说她当下装睡，这样子处理是没有错的，就是你不要不要惊吓到小孩嘛。那但是你要记得找时间跟你的小孩讲这件事情。那要怎么开始呢？如果呢这是我个人的建议，你们参考就好。那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更好的建议，欢迎写信来跟我交流，跟我分享这样。那我的建议是，你可以从青春期的转变开始跟他讲，你不用刻意就是跟他开始突然就是坐下来说，哦，妈妈有事情要跟你说，这样太奇怪了。你可以跟他说，因为男生的青春期，其实男生女生青春期其实大概就从国小5、6年级吧，10岁其实就会开始，女生10岁，男生大概11、12岁，男生会晚一点点就会开始了，但是每一个人不一定。重点是，只要开始有第二性征，其实就是代表他的青春期开始了。什么是第二性征？就是开始会越长越高啦，这是最明显的。那再来呢，就是男生开始会有胡子了。然后开始会有喉结了，因为这边的甲状软骨开始改变了。那还有声音会改变，那开始长阴毛了，开始长腋毛了，女生开始长胸部了，这些都是青春期的一些第二性征。那当你的小孩大概10岁的时候，你可以找时间跟他闲聊说，哎，你这个年纪可能开始会有这些状况哦。那有的话代表很恭喜你，就是你要从小女孩变成小女人，变成一个女孩子，变成女人了。你要用正向自然的方式跟他说，引导他讲出来。那这个小男生，你可以跟他说，哦，男生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啊。那当你有欲望的时候，那当你有就是因为青春期其实睾丸开始在成熟了，成熟就会分泌荷尔蒙，开始分泌精子，所以你也会有梦遗的现象。当你在跟小孩讲的时候，就说现在可能是青春期，你会开始发现你会长毛啦，就跟爸爸一样啊，跟妈妈一样啊。那你会声音会改变啊，这没有关系，都代表你要变大人的一些象征。那你的睾丸，你的那个带子，你的睾丸会慢慢的变大，阴茎会开始变长。这边有很多教育可以说。第一个，
阴茎的变长，你就可以趁机跟他讲说，长度不代表性功能。这个我好像有点离题了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东西。好，阴囊你可以先跟他讲说，阴囊会长大，阴茎会变长，会长胡子，会改变声音，这些都是正常。会有梦遗的现象，这个梦遗的现象跟女生来月经有一点像，都是很正常的，就是你要转变了。那当男生如果这边有小男生的话，你有梦遗也不用觉得啊很不好意思、很害羞。你可以早上把自己的内裤去洗一洗，很正常，就跟你的家人说，哦，我早上我的内裤有先洗过，所以我换了一条新的，这样就好了。我相信你家人就会知道了。那你就可以讲到这边的时候，就可以再慢慢带入自慰。那因为你是青春期，你的睾丸开始会分泌荷尔蒙，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欲望啊。那如果你要用引导式的话，你可以问说，哎，你有没有感觉你现在已经到了青少年期？你自己有没有最近，或是你有没有感觉你的生理上面、身体上面有没有一些变化？让他主动告诉你，那你也可以跟他讲说，在这个时候，其实我们会有一些性欲，或者是会有一些欲望的展现，那就会有自慰的情形。但是你要记得，在自慰的时候，第一个要注重隐私。好，那个妈妈装睡的妈妈，你就可以趁机跟他说。所以啊，你不用戳破他，你看到他自慰，你不用戳破他，你可以跟他说，所以啊，如果你下次想要自慰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找隐私的地方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私密的行为，要注意隐私感。第二个要注意清洁，在自慰的时候手要干净，避免自慰的那个手的细菌跑到那个透过尿道跑到那个尿道，透过那个尿道口跑到尿道里面去。那再来自慰完也是要清洗干净，这是清洗。这个这样讲就好了，重点就要告诉他隐私嘛。那你要让他知道，我们不用过度去讲自慰有多美好，你可以自慰，你可以不用讲这些，但是你要让他知道自慰的行为，你自己心里也要知道是一件正常的事情。你们到这边有听懂吗？我并没有要你们去鼓吹说，哦，自慰很美好，要赶快自慰，要干嘛？不需要，这样太过度了。你只要让小孩知道你在青春期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发生。那当你有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，请你找一个隐秘的地方完成。那你在做这个过程之前，请你注重清洁，做完记得要清洗，这样子比较不会感染。这样就好了，这个就很像我们在教女生使用卫生棉一样。月经来了啊，那我们要使用卫生棉。那在开卫生棉的时候，记得手不要碰触到那个中间的棉垫的地方啊，避免细菌感染，都一样的。你就像教他怎么穿衣服一样，正常的态度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你也不用戳破说你看到他自慰了，这样你只要透过某一次闲聊，让他知道哦，你会发生这件事情哦。那他有知道的时候，他就会。下一次他就会记得去隐私的地方，那他也多知道哦，妈妈不会觉得这个是不好的，因为当小孩开始有欲望，开始会自慰的时候，其实就会有第二个问题了，开始搜寻 A 片，开始看 A 片怎么办？那当你发现小孩在看 A 片的时候，也第一个不动声色，你就先让他看完吧。第二个，不要骂他，不要说吼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可以看 A 片？你怎么什么那么色？你怎么那么脏？很正常，因为如果你现在骂他，他就知道哦，妈妈不喜欢这个行为，但是我还是会想知道啊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小孩在青春期的自慰跟看 A 片的行为，都只是出自于性好奇。他不是因为很色，所以要做这件事情，他是因为开始有性欲，会好奇，所以他做这件事情，他想要去了解是怎么一回事，所以他会上网搜寻，应该说搜寻相关的知识，只是我们这方面的知识太少了，他搜寻到的是 A 片，所以如果你要跟他说可以搜寻，那就看我的影片了，看我的影片就是比较会想睡觉而已啊，可能不会有性刺激啊，但是这样比较会有性教育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就你要让他知道说，第一个一样，青春期你会自慰嘛？那这个时候可能呢，你们同学之间就会开始看一些男生的成人片啦。那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成人片里面的内容都不是真的。
就会你可以比喻，就好像妈妈带你之前去看电影一样啊，那个英雄杀坏人。那个只是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当好人，并不是说世界上真的有这个英雄可以出来帮我们杀坏人，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保护自己。所以 A 片演的内容呢，它只是让我们有欲望，刺激我们的成人的欲望而已。那里面的内容不代表是真的。一开始讲到这边就好了，因为假设他知道你是可以接受的，可能他看到一些有疑问，他也许会问你说：“哎，妈妈，那为什么他在里面要叫那么大声？那为什么其他的人说没有之类的？”我随便比喻的啦。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就可以趁机教育他，跟他说，你就可以趁机教育他，跟他说，第一个，女生舒不舒服不是用大不大声来表现；第二个，男生的长度跟性功能没有关系；第三个，冲撞也不是代表真正的厉害，女生也不见得舒服。我觉得趁这个时候，你反而可以纠正他很多 A 片里面的错误知识，因为太多性的一些问题。有些我记得之前是有个国中生去性侵一个小5的女生嘛，他就说因为他看 A 片里面都是女生说不要不要啊，不要就好像代表是要，所以当正常的女生就是在真实世界里面说不是女生说不要的时候，他就以为对方是要的。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要跟人家讲，就是尊重对方。所以你要说 A 片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哦？它只是在刺激我们的欲望而已，因为你有欲望想看。但是当实际，如果你之后交女朋友的话，你不可以像 A 片里面一样，如果人家说不要，那你就要真的尊重别人。如果看他跟你聊的内容是什么，你再去取舍那个深度浅度啦。我现在只是把可以讲的先跟你们讲，那你的小孩能够接受到的程度到哪边，你们一定自己比我更清楚啊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趁这个时候。第一个，好，我帮你们截录重点。第一个，自己心里的态度要先建设好。第二个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性好奇。第三个，他们都是很正常。第三个，第一个不动声色。第四个，不要责骂，他们没有异常。第五个，找机会跟他聊，不要太刻意啦。如果你们家小孩是可以刻意的话，那也没关系，找机会跟他聊。那怎么开始聊呢？可以因为这种小5、小6、国1、国2这种，可以从青春期的改变开始聊。或者是他一定会问你嘛，就是爸妈我怎么长毛了，或者是你可以从他变声开始说，你声音变咯，那代表你要开始迈入青春期咯，就可以开始讲青春期的改变。改变之后就可以讲到自慰，那自慰跟 A 片就可以一起讲了。那其实你都不需要去戳破。你看到了这件事情，我的立场啦，我会觉得你就可以跟他说，那如果你想看 A 片的话，要记得 A 片的内容不是真的。第二个，它也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，所以请你记得房门要锁好，要记得注重旁边的隐私，还有地点环境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。第三个，跟真实的人在互动的时候，不要参考 A 片里面的内容，我觉得这个传达到就好了。其实太细的也不需要讲，重点让他知道观念就好了。然后我再强调一次，不需要去鼓吹自慰有多好，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它是一件正常而且健康的事情。这样建议而已啦，你们可以斟酌的使用，因为你们毕竟我们都是大人了嘛，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思想。那重点，全部的重点都在于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。我们不应该用“哎呀你好色”，“哎呀你怎么这样”，你不可以这样，因为当我们一有“哎呀”这种，小孩就会觉得性是不对的。当他有这个观念在他脑海里面的时候，之后就完蛋了，就会产生很多现在像之前一些乱留言的人，他就会留一些很奇怪的言出来。博士，如果是国3升高1的男生该怎么开口说？一样啊，国3升高1就是正在青春期。如果你们都没有谈过的话，其实你更好讲，因为他一定会已经开始变声了，一定有一些胡子了，所以你就可以对也许是妈妈对小孩好奇，你变声了，代表你要从小男，你已经是开始变小男人咯，你是男人咯。那妈妈跟你说啊，变男人的时候会有一些现象，那
你之后有的话，那你也不要觉得是很奇怪。比如说你阴茎会变长啊，阴囊会变大，会怎么样？那如果有梦遗的话，这也是正常的，不要害怕。类似这样，就是提一点点你知道的，让他慢慢的跟你说。重点是最后要带出自慰跟看 A 片，要让他们知道隐私跟情节，还有 A 片的内容不是真的。但是不要阻止他们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你阻止不了。你们要知道，你越阻止他，只是不在你面前做而已，在你背后，他去同学家还是可以做啊。你不让他知道 A 片里面是真的，他去同学家还是会看啊。所以其实不管是国3升高1，还是什么小5升小6，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人，登短廊的时间不一样，那每一个人的有的变声啊，有的长胡子啊，或是每一个人的男生的个性，有的真的很害羞，真的很害羞，你就不要硬把他扯来讲，你就是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跟他说话。你是他妈妈，你是他爸爸，你一定比我更了解要怎么样跟他沟通才对。我知道很难开口，这个非常非常难。但是第一个，你一定要先，只要你说服自己这个是正常健康的，相信我，你就会很好开口了。